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电脑的升级。那我大致已经拆的差不多了，我的显卡跟网卡我就先拔起来了，然后周边的一些插头我都已经分离了，因为我这一颗很久了，这一颗是我没记错的话是4代的 i5，那我这一次是想要升级成这一块9代的 i7，那基本上等于是硬体都全部换掉了，那保留的就是原本的硬碟跟就是机壳啊，跟一些周边的小东西。说实在话，以比较重度的电脑使用者来说，最怕的就是系统重灌。那我在网络上大概有查了一下，说法蛮分歧的啦。有的人是说，如果因为 Windows 10，你如果是更换主机板、硬碟，就这些比较重要的零件的时候，有人说需要重灌，但是又有一派人说是不需要重灌。那加上我这一次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电脑比较老旧了，有时候可能在剪影片啊，或者说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会比较慢，所以刚好就是这个机会，我来做一下升级，顺便验证一下换主要零件需不需要重灌作业系统这个谣言。那其实组装电脑难度并不高啦，说实在话，就是小心一点，注意身上的静电啊，跟一些锁螺丝或安装卡槽的时候自己要小心，不要硬装或者硬拆，像记忆体，比较新型的主机板这边，它两边要卡扣。一边多半都已经设计成不能动了，不像旧式的两边都要开，记忆体才能拔起来。那比较新型的就是只要开一边，然后把开的这边的记忆体稍微往上抬，就可以从旁边拉出来。那装的时候就是因为这边卡槽不能动，你就是插进去以后，这边往下压，然后就可以把记忆体插进卡槽。然后这一次除了更换主要硬体以外，因为这一块 i9 9代 i7 它配的风扇是全铝的，那我这块 i5 我之前是有更换铜芯的，所以我会保留这一块，因为铜芯的散热比较好。那稍等我一下，我把它拆下来。像风扇的拆除，就拿一致的螺丝起子，像这边它这个卡扣上面都有一致的位置，逆时针转，逆时针转。都转开以后，记得风扇的这个手，稍等一下。在拆风扇的时候要记得哦，这个插头一定要先拔掉，而且你不要拉线，拉线绝对会把它拉断，一定要扶着这个插头，慢慢的摇，把它摇起来。那像刚刚这个都转开以后往上拉，它会到一个定位，
然后拉着它稍微摇一下，4个都摇一下，它就能安全的脱离它的卡扣。可以看到它这个头是2片式的，插进去以后，这个顶下去，它就会撑开，就会卡住主机板上面那个小洞，它就固定了。然后像风扇拆起来以后，记得就是顺时针把它转回去。这个动作是方便等一下我们要装回去的时候，只要往下压就 OK 了。因为我的是同心的，那同心的散热比较好嘛，刚刚有讲。那我顺便就是也会做散热膏的更换。稍等一下。然后像风扇拆下来的时候，可以顺便帮这个鳍片，就是把风扇跟这个散热鳍片分开。但是这个会牵扯到，形式的不同，拆法会不一样。像有的它的卡扣是在这边4个角上，像我的就是2边而已。所以我只要把这个稍微搬开一下就拿起来，装下去一样就是。像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稍微凹槽的形状，就把它对着回去。好，这样就装回去了。然后等一下把散热膏清一清，主机板拿出来，换上新的主机板，大致就完成了。其实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，其实电脑的寿命算蛮长的啦。你只要正常使用，记得定期保养。就像之前我拍记忆体啊、主机板这些清灰的动作，像我这一块是2015年的。已经9年，快10年了。其实我很早就想要换硬体了，就是因为卡在说你整个系统需要重灌，然后因为我有在剪影片，而且我的影片都必须存档。所以变成说，如果更换更换硬体的话，如果要重灌系统，对我会是一个蛮大的困扰，所以我就一直迟迟不敢行动。那主要就是我的电脑最近一直在出状况，譬如说我的网路卡，因为我都一直习惯用外接的网路卡，我的感觉就是降低主机板的负担啊。所以，网路卡出问题以后，它时有时无，感觉好像是金手指这边脏污接触不良啊，或者说可能记忆卡网路卡本身出问题了，所以然后种种因素，我就趁着今天做一次硬体的更换，顺便来验证一下，更换主要硬体需不需要重灌系统这个问题。如果不需要重灌的话，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。那如果不用重灌的话，等一下我会在上电运作的时候，我会再跟各位讲解，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存在，那到时候再做解说。其实这一块主机板就是我现在要上去的这一套硬体，我说实在话，我并不知道是好的坏的。这个是有一次我在资源回收厂在那边寻宝的时候找到的。那我就是因为它的其他周边都没有很好，就是主要的主机板啊，然后它原本配的 CPU 是 i5 9代。然后我刚好有
8代的 i7，然后我有查了一下可以支援。一般来说，可能大家会认为比较新的会比较好，其实有时候并不然啊。像8代的 i7，因为我这一块是 i7 8700，然后它就是晚了9代 i5，晚了1年，但是以综合的评价的话，这一块会比它原来的9代 i5 来得好，所以顺便也就是把它原本的 CPU 拔下来，然后换成8代的 i7。然后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这块板子可能是坏的，因为说实在话，绝大多数啦会拿到资源回收厂回收的东西，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。当然不排除有那种可能就是觉得电脑旧啦，我就要换新啦，这种心态的客户把旧电脑拿去回收，这个不排除，但是以我的经验，几率比较小。然后记得就是要把旧的散热膏清除掉。其实我用的散热膏没有很高级，其实这是一般电器在使用的散热膏，便宜，然后可能散热效果没很好啦，但是就常换就好了，只是拆电脑也算麻烦。好，然后先看好，像一般主机板上面都有系统风扇跟 CPU 风扇，等一下就是 CPU 风扇上去以后要插对。然后像刚刚我这个插销都已经转回去了，所以我只要对准它的口，然后稍微摇一下，确定它这个头2片都有在洞里面，稍微的看一下。因为如果你2片都没有在洞里面的话，你硬压进去，那个它撑开的那2片就会断掉。然后稍微的压着边边的框，先让4个卡片都进去，然后再稍微看一下有没有都到底了。都到底以后，就把这个往下压，先对角的压。我是习惯拿在手上压啦，因为你如果主机板装上去的话，你压你没办法从下面拖住它。当然主机板没那么脆弱啦，只是我习惯这样子。当你全部压到底的时候，都会掉一声。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卡扣都已经在定位了，防止它往回弹的定位。好，然后检查一下，风扇的电线会不会去阻碍到风扇的运转，然后把风扇插头插回去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样子基本上就 OK 了。然后等一下记忆体，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，这边是不可以搬的，然后这边是可以搬动，记忆体就插下去，这边压下去，
一般这个会自己弹回去，如果没有弹回去，就自己手扳一下就回去了。然后挡板也要记得做更换，因为每一台主机板的挡板都不太一样。有没有？就差很多了，所以挡板一定要记得做更换。像挡片的安装，就是它本来在那边嘛，你只要是从外面顶着这个边边往里面推，它这个卡住的小豆豆就会跳开，然后推4个角推，它就会出来。装回去一样，因为机壳上面都会保留适合它规格的孔，你只要放进去，从里面推这个边，它会就咔咔咔咔就全部装进去，就装好了。然后上主机板的时候，就是要注意哦，因为多半来说，主机板机壳上面它的这个螺丝栓都是凸起来的，你不要主机板靠着它往里面推哦，这个很容易刮伤主机板的背面。你就是像这样。稍等一下，因为我的板子大小有变动，所以变成我这个螺栓要移到这个洞。然后顺便确认一下螺栓的松紧度，这个用手转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是抓着风扇，稍微斜斜的，先让这个控制板面对准了挡板的孔位，塞进去以后再放下去，这样就不会刮伤后面的这些排线。好，这样就装上去了，然后再把螺丝锁回去就好了。其实我刚刚有讲到，我不知道这块板子的好坏，所以如果这块板子是坏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一样沿用旧的板子，只是我担心 CPU 不支援啊。如果 CPU 可以支援的话，就换成 i7 的 CPU。如果不支援的话，就查9代 i5 它有没有支援。然后在上螺丝的时候注意哦，尽量就是，如果你的螺丝刀没有磁性的话，就稍微螺丝装上去，用手稍微扶一下，这样放进去。对准口再放，要不然有时候你没有对准，就这样子硬锁，可能螺丝都在外面滑动，结果会把一些线路啊、一些小晶体刮坏。其实组装电脑最重要的就是要
心细一点，然后不要急，一步一步慢慢来。然后螺丝就是有紧就好，不要硬锁。或者你不放心的话，或者角度不好用的话，用手先把螺丝放进去，放到螺丝孔位里面去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再用螺丝刀把它锁进去。一样，螺丝如果牙没有对准，不要硬锁，重新对准牙再锁。然后螺丝稍微做一下确认都有没有锁紧。为什么少一颗螺丝？稍等一下。好，组装好了。然后我的电线都还没有插，因为我想到反正显卡都拔下来了，就顺便看帮显卡顺便换一下散热膏。其实我这个显卡算蛮多灾多难的，因为有一次我在清灰的时候，我把这个风扇弄断了，然后后来我换了，我自己找了很久才找到合适的风扇换上去，然后加上最近在使用，我有听到，应该是显卡的风扇它运转的速度变得蛮快的，可能是温度过高，所以反正就趁这个机会换一下。其实我这张显卡很旧了，虽然不是很好的显卡，但是至少我目前在使用上没有太大的困扰，所以能省就省，就先沿用。一般来说，这样子就脱离了。然后插头记得先拔下来。真的手受伤很不方便。稍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分开了。其实像很多电源插头，它都有这种类似防脱落的设计，可能就稍微拿个小的一支螺丝刀，这边稍微顶开一下，然后慢慢摇就拉起来了。一样就是旧的散热膏擦掉。没有擦得很干净没关系，就晶片上面有擦干净就好了。然后显卡记忆体也稍微擦一下，不要让它不要有灰尘。有的人是会在记忆体、显卡记忆体上涂散热胶、散热膏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然后把灰尘擦一擦，毕竟这种灰尘都很容易产生静电。像这个就是显示卡记忆体它的散热块，擦干
净以后，一样把旁边的灰清一清。我这一次应该也是会把记忆体、显卡记忆体上面涂一点点的散热膏，增加显卡记忆体跟散热胶的密合度。因为这个久了可能难免都会有缝隙啊，就是会导致它贴合不良。散热膏的用途就是这样子，增加发热体跟散热体的结合面。因为这个压久都会有痕迹，然后我们是拆拔久了，可能就会造成密合不良。然后像散热风扇、显卡的散热风扇在清真的都要小心，因为这个真的都很脆弱，你尽量不要就是硬，就轻轻的刷它就好了。当然如果可以的话，把这个外壳拆开，然后重新清干净再装回去，这个是最好啦，但是会比较麻烦。散热膏，有人是习惯就上一坨上去，然后在安装散热片的时候，它会自己把它压回去。我是比较习惯涂均匀，然后再装回去。就个人习惯啊，就我喜欢涂满以后再弄，然后像这个就抹一点，每个都抹一点在上面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像有的朋友就是涂这样子，就涂一部分在上面，然后到时候上面这个装回去的时候，他自己会把它压平均，这样是有好处啦。就是如果真的有凹凸不平的话，他会自己的去填补。然后坏处的话，就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涂到，或者就是可能会导致它的密合有点误差啦。但是如果真的有密合不良的话，有涂一定会比没有涂好。好，大致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再把插头插回去，因为它的插头在壳里面，有没有？它在壳的里面，所以我都是先插再装回去。然后稍微对准一下，螺丝孔稍微对准一下，再放回去，这样就好了。
后再把螺丝装回去。一样，就是跟修车一样，只要有多颗螺丝，然后涉及到有锁平面的问题，就是对角锁。当然，这种螺丝的受力都很小，所以并没有那么的要求。可能就是修车习惯了，我都有些东西都是按照一定的步骤下去做。都先稍微锁紧，然后再稍微的处理的稍微锁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子显示卡的散热膏就装完了，有没有？像这边就可以看到散热膏就挤出来了，然后这边也是。基本上电脑在测试的时候，电脑在上机测试的时候，尽量是简单，就最重要的零件先上去。比如说，主机板上最重要的就是记忆卡、CPU，跟相关的电源插头。先这样子做组装以后，再上去测试。如果有出问题，要么就是要么就是记忆体，要么就是 CPU， 要么就是这块板子本来就是坏的。因为你如果插太多东西，譬如说显示卡已经上去了啊，网络卡上去，或一些额外的零部件上去的话，到时候你在做故障排除会比较麻烦，因为你要查的东西会比较多。所以一开始的主机测试就是以最简单的启动配备下去做测试。如果你这样子上去以后是正常的，多半就都 OK 了。然后就你上了什么东西，再做什么东西的测试，这样就好了。像电源插头啊，然后硬碟的插头，像硬碟的插头都分1、2、3、4。如果你的作业碟，你有分作业碟跟储存碟的话，就是一定要插对，要不然它电脑在开机的时候，它会从1、2、3、4下去做侦测，它找到哪一个有作业系统，它就会开哪一个。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按键的插头，要上去做插住的动作。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这边都会有这个，我找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它上面都会有说明哪一排是在插什么的，这个要稍微看一下。好，因为现在主机板有的越做越小，以前的话，它哪一个插头是负责什么的，它都会在旁边有标示。然后像现在的话，都像它这有分插座1跟插孔1，它有分2个插座，然后它这边会有对应的，这边是 JFP 是这一个，然后这个的话反而跑到那边去了，这个在那边。这个它就是对应这边的角位。
就照着它上面显示的下去插，把什么按键啊、什么灯光的显示插到对应的插头上就 OK 了。然后像这块主机板，它任何的插头都是两孔并接的，但是我旧的主机板，譬如说这个电源的灯光，我的是3孔的，但是中间是空脚位啊。那如果像这边它的这个电源的灯号，它是2个脚位，而且是并联的话，就是把这个拆开塞回去，让它成为并联，然后就可以插下去了。像这样就好了，它就变成是并联的2个脚位。然后把它插进去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其他的像什么 USB 啊这些，像这个都你仔细看它的脚位都有差别，这个类似防呆啦，所以不用去担心。那基本上这样子，等我记忆体上去，这样就可以做测试了。稍等我一下。然后像记忆体的插法就是像这样子，这边先进去，压到底，推一下，然后这边对准，压下去，它就会扣起来。如果没有扣，就自己稍微手动一下。然后它有分边哦，你要注意哦，它中间记忆体中间有个小豆子，它会把这个记忆体插槽分成长短边，然后你就看你的记忆体它的长短边是怎么样，就照着插下去就好了。然后记忆体在安装，如果你是2片的话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就看2片有没有一样高。当然了，你如果第1片就没有装进去，第2片可能就是一样高，这个几率会比较小。就是这边你在插下去的时候，记得去压到底，然后稍微滑一下，因为机体这边 DDR4 的它有2个有2个凹槽，第一个凹槽要插进去，插进去以后往这边稍微推一下，然后这头就压下去，它就会啪一下，卡扣就会关起来了。好，然后再稍微的轻轻的按压，不要太大力哦，板子可能会变形。那我比较懒，因为我的显示卡我确定是好的，所以我就直接上去这样子上机做测试。稍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显示卡、记忆体、CPU， 然后一些相关的供电插头都上去以后，这样就可以做测试了。好了，我的电脑已经装好了，电源线，然后显卡、萤幕线，然后滑鼠、键盘都上去了。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开机，很紧张。开机。
有电源灯亮了，屏幕打开。他刚刚有跑 F1、F2，基本上是按 F1，它会进到 BIOS 里面，然后 F2 的话就是沿用原本的系统设定。OK， 进系统了，跑起来了。然后看它进系统以后会不会有，譬如说不相容啊，或者排斥的现象。因为我房间很小很乱啊，就见谅一下，我尽量不要排到其他地方。它的圈变比较大了，它现在应该是在重新载入驱动程式。正在准备装置。基本上目前这样就可以大致的判定，如果更换主要硬体的话，应该是不用重灌。但是这个可能会因为版本的不同，就是你作业系统版本的不同会有所差别，这个可能大家要各自的斟酌一下。当然我是很希望就是都不用重灌，因为我里面有太多东西，而且我有储存很多很多相关的连接，我必须剪片或者找资料的时候使用，所以真的重灌对我来讲会很麻烦。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还不错。好，等它都装备完毕，或者有出另外的状况，我再开始录影。好了，它的正在准备装置，其实也没有很久，大概1-2分钟就跑完了。然后现在进入开机画面，而且字体都显示正常了。等一下就开工作管理员，装置管理员，看看有什么东西的驱动你要打上去，那时候再来做后续的动作。好了，已经开机完成。其实刚刚那个请稍后那个画面有稍微久一点点了，大概3-5分钟。然后等它工作链这些 logo icon 跑出来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上去。对了，像我是用无线键盘、无线滑鼠，所以你在开机的过程中，记得也要把这些装置打开，它才能读取得到。目前看起来是应该 OK 啦，好像按了没反应哦，再稍等它一下好了，因为我刚刚按了，有在跑，它内部可能还在做调整。滑鼠跑圈圈了，就表示它内部还有在做一些更动。
这个跑圈圈基本上就算是请稍后。基本上只要滑鼠能动，如果画面不动的话，那个多半都算是软体宕机。如果连滑鼠都不动的话，那就是硬体有问题了。因为我直接就是网路线都上去了。其实，正常来说，你在做测试的时候，网路线不要先上会比较好。目前这样看起来，应该是系统可以不用重灌。那只是第一次开机的时候，它准备的动作会比较多。基本上像这个时候是让它慢慢跑就 OK 了。记忆体怎么只读到16级啊？因为我插的好像是2只16级，那可能一直没有插好。基本上能够开到这个画面，应该都算是 OK 了。有显卡有出来了，然后现在这边它的驱动有点问题，直接右键按驱动程式 ，PCI 记忆体控制。每个都让它跑一跑。有的这种装置，你可以透过重新启动，它有的时候会好。或者你针对你的主机板下去找它的驱动程式。好了，所有的硬体都没有惊叹号了。那解决的方式就是去官网下载你的主机板的驱动程式，然后解压缩到桌面以后，去找到你有出现惊叹号的装置，然后把这个装置去驱动程式这边安装进去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电脑升级硬体是不是需要重灌作业系统的留言？这样子就算破解了，但是前提是这个可能会跟你的作业系统版本会有差异在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